是黑神话悟空中最凄惨的一幕。母亲跪地求饶，儿子隐决自裁，而身为父亲和丈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悲剧发生，而痛苦哀嚎着。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众多玩家认为牛魔王才是黑悟空中真正的意难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剧情，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牛魔王。牛魔，你大义灭亲，最是不义。在孙悟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后，由于不满灵山对自己的禁锢，便辞去果位，回到了花果山。可这却引起灵山和天庭的不满，于是派出6大妖王等神佛天将，共同剿灭花果山。而其中一位妖王正是他的结拜兄弟牛魔王。看着奄奄一息的好兄弟，也许是良心未泯，或是念及旧情，他上前扶起了即将倒地的孙悟空。你这老娘真是晦气到家了，这一辈子就没选对过一次。听到这句话的牛魔王思绪也回到了500年前，那时的他第一次选择与自己的结拜兄弟孙悟空一起大闹天宫，仅仅2人面对10万天兵天将却丝毫无惧，所向披靡。可这一切终究以孙悟空被佛祖压下五指山而惨淡收场。而让火焰山后的牛魔王却再次得来一个噩耗，天庭逼迫他的夫人饮下子母河之水，借腹生死。而不堪受此耻辱的牛魔王选择与铁扇公主分居两地，从此云游四方，直到遇到了玉面公主，两人互生情愫，最终生下一个女儿平平。可天庭和灵山并不打算放过他，为了铲除牛魔王，他们将牛魔王一家划进了唐僧取经路上的81难之一。而玉面公主也是天庭派下来挑唆他们的眼线。当唐僧师徒4人来到火焰山后，孙悟空不但打消了他的弟弟，还将红孩儿送给了观音。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保全牛魔王一家，做戏给天庭看。只要牛魔王此时能够服软站对天庭，便可躲过此劫。任师傅修正果，只有这条路是留给我们走的，长兄还不明白吗？而此时发上纸冠的牛魔王根本不明白孙悟空在说什么，最终再一次选择与天庭对抗。原来是个玉面离情。在一声震天怒吼之下，牛魔王化身一只白牛，而天庭和灵山再次联手，派出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巨灵神、4大金刚等前来镇压。为变过起宁愿沉默，我可以做，别笑我。被哪吒三太子斩首9次后的牛魔王已无力再反抗，最终不得不皈依佛门。从回忆中走出的牛魔王终于明白了一切可为时已晚，自己只不过是那个任人摆布的棋子而已。长兄，要护好妻儿，我死后画的东西碰不得。出于对好兄弟的愧疚，他还是留下了孙悟空的根器。因此次剿灭花果山有功，牛魔王也被放回了火焰山，从此陪着铁扇公主一起打理家事。直到有一天，灵山将红孩儿也放了回来，一切都变了。就在牛魔王与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西方夜叉一族却正被灵山残忍屠戮。一夜之间，夜叉国便不复存在。天庭派太上老君来到此处，通过激将法来说服身负重伤的夜叉王。看着怀中刚刚死去的儿子，为保夜叉王族一脉，他最终献祭了自己的生命与儿子的精魄。而此时这颗复仇的种子就差最后一道，那就是借腹生子，找人饮下子母河之水。而这个人选，太上老君早已想到，那就是自己的徒弟铁扇公主。她是罗刹国公主，牛魔王是妖王，两人的身份正好能掩饰孩子的身世，不被灵山察觉。若是再有他人晓得了此子来历，我们一家必有大难。而这个孩子就是红孩儿。
在红孩儿回到火焰山后不久，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为了给同族报仇，他向牛魔索要大圣根器，可牛魔怎能不知这就是天庭和灵山的阴谋？为了保护儿子，他并没有答应，可这却惹怒了红孩儿。孩儿本不想与你恩断义绝，不想伤害儿子的牛魔王却被红孩儿反手打成重伤，囚禁在了火焰山之中。而此时，真正的危险也悄然而至，天命人来到了火焰山脚下，他们在山脚下解救了牛魔王的女儿平平。在他的带领下，天命人很快就找到了牛魔王，可没想到的是，眼前的平平居然是红孩儿所变。在被牛魔王识破后，红孩儿也现出了自己的原形。枉我卖弄这般手段，没意思，真没意思。在与天命人的缠斗中，红孩儿很快就败下阵来，倒亦不起。而这只是他的另一个把戏罢了。就当牛魔王要将根器交于天命人时，假死的红孩儿却趁机将其夺过。在服下大圣根器后，他也化作了最强形态夜叉王。为了化解火焰山危机，保住自己的儿子，铁扇公主来到天庭求助自己的师父太上老君。可没想到师父却告诉她，这是让她养孩子，没让她争挡母亲，让红孩儿自生自灭即可。心灰意冷的铁扇公主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灵山。可灵山众佛正是自己儿子的仇人，想到这里，心中却多了一份忌惮。面对殿上瞠目切齿的罗汉金刚，他只对如来说了一句弟子代师父问安的话语。话音刚落，殿上便传出了振聋发聩的嘲笑声。四处求助无果的铁扇公主失落地回到了火焰山，刚至火焰山便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身负重伤，跪倒在地。就在八戒要下死手之时，她及时赶到，制止了八戒。奴家来迟，大王受苦了。他们没一个肯来。为了救下儿子，昔日的铁扇公主跪倒在了天命人和八戒面前。我夫妻两人甘心代他受罚，如果上仙不弃，这把宝扇也一并送上。看到母亲为自己下跪，红孩儿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悲愤，可自己却无力再挣扎，只能哀怨地说道：知仇不报，何来修行？他们想看的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我偏不让你们对。红孩儿用这种最无助的方式来做着最后的抗争，而这种方式却换来了一个心碎的母亲和一个哀嚎的父亲。牛魔王一家始终无法摆脱被人操控的命运，最终沦为了两大势力博弈的牺牲品。